手机稳定器买哪支？我觉得综合收纳、携带便利性，还有最重要的价格，全部都考虑进去的话，目前最好的2支就是 Flow 2 Pro 还有 ON7P 了。但具体买哪支比较好？一句话总结的话，有钱买 Flow 2 Pro， 省钱买 ON7P。以上就是这次的评测，更多小知识我们下次见。哎呦，真的很难一句话讲完啊！这次的更新有够多的，算是手机稳定器史上最大规模的更新了。手机稳定器进化的分水岭，我觉得一个个去说升级了什么，可以做什么，你们再评估看看我提到的升级有没有让你们动心。先讲追踪，虽然手机稳定器一直可以追踪，但过去会强迫你只能透过官方的 App， 还会遇到推摇杆延迟、配对配不到各种不好的体验。而现在这个 AI 追踪模块稍微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这不是完美的答案，因为将来应该可以把它内建到手机稳定器里面，而不是让它需要额外的组装。但目前来说，这个追踪模块应该够用很长一段时间，至少1-2年内应该是不需要再换。这2支的功能几乎是一样的，但 ON7P 有一个不一样的细节是，它把 My Mini 的接收器内建在它的 AI 追踪模块里面，这样你就可以只插一条 USB-C 线，然后用最便宜的价格去入手一个无线麦克风的收音体验。但如果预算够的话，我可能会更建议你额外买有接收器的无线麦克风，主要是 ON7P 的这条线很卡，它总是会在不经意的使用中勾到、卡到、拉扯到，就蛮影响我的。2家的追踪模块都有补光灯，都能改色温，都会更耗电，都能什么都不连的情况下就单靠手势追踪。Flow 2 Pro 是插 USB-C，ON7P 的话是磁吸，看起来好像磁吸比较快，但 ON7P 有个我不喜欢的设计是它的安全卡榫在背面，也就是 USB-C 孔的旁边。手机跟传统相机一个很大的不同是，它前后都有镜头，所以追踪模块能不能顺利的调转方向，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Flow 2 Pro 它的追踪模块跟主机是分离的，所以没什么问题。但 ON7P 有连麦克风的话，会按不到那个安全卡榫，你会需要先拔掉线，把它这样子调转过来，再重新插上线，就会稍微有点小困扰。追踪的精度方面，2家其实都是勉强可用的状态。就是动作比较大，还是会稍微跟不到。但非要我选一个的话 ，ON7P 的稳定器有限位的关系，所以你到转某些角度的时候，可能会有它的极限在。放在地上追踪的时候比较常卡住。不要追踪模块的话 ，Flow 2 Pro 有额外支援 Apple Dock Kit。这是一个苹果的连线协议，简单的说就是你就算不装追踪模块，也可以用苹果手机大部分的 App 去追踪。在便利性和使用意愿方面，我觉得2支都已经做得很好用了。对折跟磁吸夹真的会让你比较愿意带着出门。2排都是深凹槽式的夹子，可以避免你去误触侧边的按键。我知道有些人想要问，浩瀚 M7 分离式的遥控器确实很创新，但体积太大，就是会让我比较没有意愿去尝试它，就是我会懒得带出门，那么大一只，我还不如直接带相机的稳定器，对吧？如果它的下一代可以去解决收纳跟便携的问题，我会很有意愿放在一起比较，就看它下一代发展的怎么样。那电机强度的部分 ，ON7P 的电机强度只允许我夹在正中间，就是我只要手机夹稍微边边一点点，它就很容易会颤抖跟失灵。但我的手机按键在中间，夹在中间的话，我常常会按不到它的开关机键，超尴尬。就这蛮意外，是让我比较会愿意用 Flow 2 Pro 的其中一个原因。你们不一定会有这个困扰跟问题，就是要看你的手机的按键到底它的按键布局是怎么样子的。我只能告诉你我自己有这个状况。那横滚轴的部分 ，Flow 2 Pro 是360度 ，DJI 只有270度，360度你用不到的话，我只能说，就算你拿在手上转也是很疗愈的，有一种指尖陀螺的感觉。它们主机拉伸后都可以折90度，但因为 ON7P 的3轴都有限位，这个90度对 ON7P 来说只是加分，没有到很好用。Flow 2 Pro 的话，因为它的横滚轴有360度的关系，所以竖起来变成了你可以正滚360度，你才能真正的使俯仰轴保持在锁定是同一个平面，这样子才可以做一些贴地平移啊，或是从地上抬升的镜头。所以如果你以前用手机稳定器常常觉得卡卡的，就是好像哪里都卡住这样子，我就更建议你上一点预算到 Flow 2 Pro， 不然你用 ON7P 还是会觉得卡卡的，Lady 卡卡。不好笑啊！还有一个很酷的东西是磁吸背贴，就是 MagSafe， 它可以随时贴到手机上面，当个手机支撑环或者小支架。iPhone 好朋友 ，Android 不一定可以，像我的手机是3星的就不可以，你会需要另外买隐磁环来贴手机。当然也可以买 MagSafe 的保护壳，这也可以让你顺利使用。
我唯一建议的是 ON7P 最好不要用磁吸背贴，因为它的 AI 追踪模块是做在手机夹上。注意到问题了吗？你不用手机夹，你就不能用 AI 追踪模块了。好啦，追踪模块也不是必须装的啦，不对啊，如果不用追踪模块的话，我就不能追踪，也不能连 DJI Mini 了，那我买上一代就好了。无线收音方面 ，ON7P 的追踪模块有内建 My Mini 的接收器，可以用最低的成本，也就是只买单发射器就可以得到无线收音，适合预算有限，然后想要提升收音品质的人。前提是你愿意用手机夹，也不建议插着线。那 Flow2 Pro 的话，它就自己没有自己的麦克风系统，但额外将无线麦克风插在手机上也是可以的。而且这样也不会被线卡住，使用体验会更舒服一点。ON7P 的外观更贴近传统的稳定器去设计。说真的，我刚拿到手的时候并没有太惊艳的感觉，但萤幕显示资讯会更直觉，更能直接判断说现在到底是什么设定。Flow2 Pro 的话，它在翻折的时候会有震动回馈，侧边有一个科技感的灯条，开启追踪的时候会有一个呼吸光环，就真的很好看。外观的评价一定会包含一些主观的偏见，所以我不评论它的好坏，你们就自己判断说你们自己更喜欢哪一个。操作体验上呢 ，Flow2 Pro 触控环加上旋转环，旋转环它会有一个阻尼感，手感就是会有一个反作用力。ON7P 的话，塑料感比较重一点点。原本我很看好它这个变焦环，可是没想到它是电子式的，就是它在转的时候完全没有一点阻尼感，转起来像空气一样，稍微有点可惜。ON7P 的摇杆比较凸 ，Flow2 Pro 的摇杆虽然它也很好推，但是它是坐在触控环的中间，就会比较容易误触到旁边。这样子有好有坏，虽然它会比较容易误触，但按键相对集中，所以你在用 Flow2 Pro 单手持握持的时候是比较容易操作的。那 App 跟连线方面呢，Flow2 Pro 的 NFC 是有照顾到 Android 用户的。我的3星手机往上一靠，就会马上有震动回馈，然后自动开启 App 连线配对。ON7P 是比较传统，需要你去打开 WiFi 跟蓝牙，然后让它搜寻连线等待的方式。但其实连线速度说真的没有差很多啦，就是 Flow2 Pro 会更迅速，然后更科技感一点点。Flow2 Pro 还有一个很酷的功能是，你可以用另一只手机去扫它正在拍摄这只手机上面的一个 QR code， 然后你就可以用另一只手机去监看这只手机以及操作这只手机正在拍摄的东西。它是透过扫 QR code 的方式进入网页连线，所以完全不限手机的品牌。但这不代表它很好用，因为我有时候还是会突然没办法使用这个连线的方式。我觉得它应该是受到网络速度的影响，但至少它够创新，也够好玩。那官方 App 的功能，两家都有西区考课啊、分镜教学，还有手势控制。比较尴尬的是 DJI 的智慧追踪 7.0 强调新增手势，然后追踪更紧，切换追踪目标更准，还有经过遮挡的东西更不会掉追踪，这不是去年就讲过了吗？还是我记错？OK，Insta 360的深度追踪 4.0 额外新增了动态变焦追踪，可以保持追踪的同时还可以改变视角。智慧构图可以选择追踪的目标放在哪一个位置。提词机可以一边读稿还能一边录影，很多吧？结果已经非常明显了吧？老是有人偷懒了。7.0 的功能不可以比 4.0 少吧？快升级固件！三脚架我比较喜欢 ON7P 可以同时拉出来的设计 ，Flow2 Pro 需要一只一只慢慢的拉，所以 ON7P 在立三脚架的时候会更快一点。但同时我也不喜欢 ON7P 它的脚管收纳会卡住的感觉，就是你要用力拍一下它的屁股才能收起来。我第一次用的时候想说怎么那么紧，然后用力一拍，我的手掌就夹到流血了。1个礼拜了，我伤口还在这里。傻眼 ，Flow2 Pro 的脚会比较开，也比较长，更比较贴地，所以伸长来放着拍的话 ，Flow2 Pro 会站得比较稳。可是其实像现在这个地方风那么大，我2只伸长的话它都会倒，所以我没办法伸长给你看。就手机稳定器可能还是拿着拍会比较好一点点，放着只能说是它的附加功能。Flow2 Pro 还有一个我觉得很废，但用了一阵子发现很实用的功能，就是它的自拍镜。一开始我是作为自拍的角度思考，觉得说，虽然后置的镜头画质比较好，但是反过来这样子拍，这根本看不到自己现在手机在拍什么。真的有人会这样子反着拍吗？但是后来发现我想错了，就是这并不是给自拍的人看的，而是给被拍的人看的。经常被拍的人应该都会感受到一个困扰，就是我看不到自己的画面，所以我很不自在。那不知道自己要看哪里，也会觉得尴尬别扭。所以这个自拍键就可以很好的引导被拍摄的人的视线去看这个地方。这一次的升级是大到你几年内应该都不需要再换新品的，蛮值得趁现在买。
至于买哪一支，我觉得如果你更喜欢 Insta360的配件丰富度，还有更科技感的设计啊，更丰富的 App 功能，不会卡到的使用角度，或者你很想要 MagSafe 的磁吸背贴，因为它用起来确实是真的很顺手。那 Flow 2 Pro 是比较不容易后悔跟吃灰的。如果你的预算有限，只是想要尝鲜，或者是你希望用更低的预算用到无线麦克风，那 ON7P 就真的比较便宜。那我自己虽然是 Android 的用户，但因为我没有办法很顺利的使用 ON7P， 就我刚刚讲的，我手机有按键在中间会卡到的问题嘛，所以我不喜欢它卡到线位，也不喜欢我按不了手机的开关机，还有我喜欢 MagSafe 等等因素。我个人会偏向我要留 Flow 2 Pro， 就是更偏向这里，这非常的主观，我要强调一下，这非常的主观，请你们一定要综合自己的手机的状况，就是它的按键布局啊，还有你平常的使用习惯，去寻找你哪一个是更适合你的手机稳定器。如果你很不幸买回去吃灰的话，我50收，希望这有稍微让你搞懂两只手机稳定器的差别。手机稳定器的功能真的是太多了，我写稿写好久。有什么疑问是我没有解答到的，你们再留言给我，我尽量去回答你们。啊，还想看什么内容的话，也可以留言跟我说，我尽量去拍出来。OK， 就这样，我是冰冰老来了，我们下次再见了，拜拜。